有好多的爱情锁哟，来挑选一个幸运儿 feature 在我的频道上。这家墨西哥店它给的料都很足哎，香菜也是给的不手软。妈妈怒发冲冠的时候，涂上爆烟的样子，火山爆发。里面给了满满的肉味，你觉得苦哦？小加拿大人都吃苦。台湾小学生出场日本狗，好吃哦！吃来上。都是一般的热狗啊。最喜欢的景点是什么？啊，太难说了。上一集我们带着来温哥华玩的亲友去了文化遗迹渔村 Steveston Village， 富有文艺气息的 Granville Island， 加拿大的开拓历史古镇 Fort Langley， 黄金海天美景的 Squamish， 还有世界知名滑雪胜地的度假小镇 Whistler。这一集我们将带着大家回到温哥华市，开启游玩 Downtown 市中心的重点行程。看下去之前，大家请先给这集影片点个赞，让演算法能够推给更多人看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来到温哥华的第9天，因为周末在 Whistler 玩足了整整2天，精力耗尽，所以亲友大队决定隔天直接在家耍废。而飞家2姐妹，一个上夏令营，一个上幼儿园，负责接送的我也无法当观光客们的背后灵，于是也在家耍废。哦不，是努力剪片。但后来他们还是跑去温哥华的韩国村玩公园的游乐设施。然后大客韩国烤肉，果然观光客来温哥华旅游，任何一天都不能白白浪费在家啊！这天，观光客们开启了游玩市中心的行程。首先去了孩子们一直想去的水族馆，就在知名公园 Stanley Park 里面，拥有各种种类的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展示，包括海獭，好可爱哦，海豹、海龟、水母和各种的热带鱼类。大家在里面一待就待了5个小时，真是待好待满啊！带着小孩的观光客们也就没有太多时间逛其他景点，不过没关系，可以参考飞妈玩 Stanley Park 的这支影片。那个妹妹，她妈妈吧？她妈妈筋好软哦。隔天决定带妹妹翘课，现在要坐 Skytrain 去Downtown啦！跟观光客们一起到北温去看市中心天际线。这次选择不开车去，而是搭这边的大众运输 Skytrain。一群人坐架高天车到了终点站后，再去转搭很有观光看头的海上巴士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 Skytrain 的底站 Waterfront。来温哥华玩，怎么能不坐 C Bus 到北温呢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坐 C Bus 了，就在这里。Skytrain 坐到底站之后，它就直接连到这个通道，这个通道就直接下去坐 C Bus。好，开了，大家可以进去了。好，要上船了。现在就要直达对面，那边有个 Q，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等一下船呢要停进去，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它会不会撞到旁边，然后就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看这个船长的技术如何？有点挡住了。哦，撞到了一下。哦 ，OK， 好，一个大撞。哦，又撞又撞又撞。好啦，船长的技术不错，我们还是安全抵达。他刚撞到了，应该有150，很夸张嘞。现在要下船喽！好，我们来到 Lonsdale Quay 了。一来就闻到一堆海味、海鲜味。我们现在在 Q 的下面了。它这个市场里面现在正在施工，那没关系，市场还是可以进去的。我们等一下进去逛。有100万美景不看，去看玩具店。在吃东西，正好唯一的一天休息。I'm sorry， 我们就在窗外望梅止渴。哇，你看这里有好多的爱情锁哟。来挑选一个幸运儿 feature 在我的频道上。这个是 Karen and Larry，1981年在一起的吗？又一艘 C Bus 要驶进来了，顶级游轮，有没有1000万、3000万？而且我们以后靠你了。这要讲什么？哪里？我需要介绍吗？讲2句。在北温的 Lonsdale Quay 是个市场跟码头的综合，能够清楚的看到市中心的天际线。好，2句讲完了。后边那个货轮有点煞风景。
我们吃着前一天亲手摘的蓝莓，在这里享受一点阳光跟海景。摘蓝莓也是夏天来温哥华不可错过的体验。现在正好夏天是采蓝莓的季节，所以温哥华其实是很适合去摘蓝莓的。要知道哪里摘蓝莓，大家可以去看我这一集。之后我们进去市场，那时一堆整修跟施工，但还是能从里面挑了2家中意的食物吃。妈妈们得先搞定小孩的胃，才能自己开吃呢。鸡肉的 taco。很多汁，嫩嫩的，不会很柴。这家墨西哥店它给的料都很足哎，香菜也是给的不手软，有没有？超大就爆出来。下来吃拿酒，好好吃哦。吃饱后再沿着海岸步道散步，来到不远处的 Shipyards， 让小孩们放电。这里夏天可玩水，冬天可溜冰，时常举办各种活动和节庆，是个非常适合放松的场所。我们没带泳衣，但炎炎夏日看到喷水池，孩子们怎可能经得住诱惑？试就试吧，在太阳下做个甩手舞就干了。这里气氛非常的悠闲舒服，阳光洒在身上，舒服到不想离开了。好舒服哦！我们再回到市中心，跑去 Gastown 看鼎鼎大名的蒸汽钟。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美丽又富有艺术的一个城镇，叫做 Gastown。Gastown 是温哥华的发源地，也是温哥华最经典的景点之一，拥有石板铺成的街道、古老砖头建筑、独立艺术品店和最知名的地标蒸汽钟。我们要到了前面蒸汽钟的所在地。平常的上班日人还是挺多的。蒸汽钟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蒸汽驱动的时钟，自1977年开始的每一天，每15分钟会喷出还算悦耳的钟声，每到整点则会完全释放。快响了，快响了！刚刚响了声音，好像最后有一段没有响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了等整点的蒸汽喷发，我们就先跑进无所不在的纪念品店，称职的做出观光客该有的贡献。这是英文吗？这是法文啦，应该是 with pepper。整点一到，立马跑去看发脾气的蒸汽钟。一堆的游客全部都在等蒸汽钟响。生气的蒸汽钟啊！妈妈怒发冲冠的时候，头上冒烟的样子，火山爆发，火山爆发！我们跑去吃肉与面包，真的就是肉跟面包，简单的概念，味道却不简单。第一家店一开张就轰动市中心上班族的圈子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 Meat and Bread。之前我请 AI 带我来玩温哥华那一集呢，也有想吃 Meat and Bread， 可是当时太晚去，然后关门了。那现在趁这次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Meat and Bread 里面有什么好吃的。好香啊！里面给了满满的肉味。我点了店内招牌 Porchetta Sandwich， 里面有香嫩多汁的烤五花肉和酥脆的猪皮，配上绿沙沙酱。它咸味适中，很好吃哎。单打一提就是它脆脆的皮，其实我是觉得还好。你觉得苦哦？小加拿大人都吃苦。我们还另外点了一个番茄汤，加了这个硬面包碎，它都软掉了，还可以啦。一个三明治正在发育的男生根本就不够，所以你现在是吃一个半应该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我弟弟在吃沙拉。它都基本上都是橄榄菜，配有加那个硬面包屑。为了2位发育中的男孩永远吃不饱的胃，我们就继续在市中心的街头随便觅食。好，经过日本狗的摊位，观光客必须要尝试的一个美食。柴鱼，应该念书太斯文了。好，台湾小学生初尝日本狗，结果如何呢？好吃还是不好吃？还是好吃？好吃，吃起来像。就是一般的热狗啊。现在我们跑来这个北美才有的 A&W， 然后你现在点的是鸡堡，对吧？比麦当劳更不好吃，更好吃，更好吃。很可爱的一点就是它的餐点都是以辈分来取的，所以有妈妈 burger， 有爸爸 burger， 然后有 uncle burger，King burger 可能就是它的肉片可能就是1片。然后 Grandpa 肉片就有3片，有没有？比较分越高，肉片越多。这里也有 Kids Menu， 就是像麦当劳的儿童餐。对，只是它唯一的差别就是没有那个玩具。它那上面配上的饮料叫 Root Beer，
也是北美这边才有的，其实跟台湾的沙士很像，很好喝。有加盐吗？台湾有加盐沙士。总算满足2位男孩的胃之后，我们就一路走到温哥华最具指标性的一个建筑之一。现在来到最标志性的一个地标，是5帆船，叫做 Canada Place。大大的5个白色帆船形状的屋顶非常醒目，也是各大邮轮停靠的一个重要观光港口，集所有商业活动于一身，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必踏足的一个据点。Thank you。前面那个地方就是邮轮靠港的地方，这下面还有这些补给品，然后看到他们都把这些东西给运上去。哎，我们现在是来研究邮轮的，研究邮轮运作之旅。你们看这地上的字在讲什么？代表加拿大的什么？它在地上印的这些字，医疗，跟加拿大有关的。你来加拿大玩。枫叶地名好不好？景点、地名、省份的名字，还有城市，搞得很像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一样。前面这个 Fly Over Canada 4D 的体感的一个视觉体验，它基本上就是坐里面，然后它就会带你环游整个，就是它的主题可能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美景。你就坐在上面，然后会跟着一起飞，会有雾气啊什么的。音乐加拿大。哎，今天有人放一个锁在这。开始了吗？又要开始了吗？那继续往下走，则有着长长的海滨步道，可以散步或骑车，欣赏城市的风景，还有海港景色。我们来自温哥华无所不在的喝，因为平常在台湾吃不到，所以带他们来这里来吃一次。这是烤肉吗？让我看看你满足的表情。我好像没有做。它应该是有加一些味精吧？味精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加味精的。越南河粉其实很多味精，汤头偏甜，面是软软的，像烤肉吃的米粉汤，所以它不是。所以它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QQ 的。它的汤我不喜欢，因为偏甜嘛。我会喜欢。真的吗？这天是观光客们离开温哥华的前一晚，我们带着他们来到著名的海滩城市 White Rock。我们现在这个2个礼拜温哥华的行程已经到最后一天，我们现在来到美丽的海岸边，叫 White Rock。有押韵的。旁边这个铁轨，等一下就来看看会不会有火车经过。哎呀，我现在背光哎。热火，那我无所不所。这里除了可以欣赏海景，也有许多的商店跟餐厅。我们走在河堤上，等待即将落下的夕阳，吹着太平洋海风，闻着海味，慢慢的一路走到了全加拿大最长的码头步道。你们现在正走在加拿大最长的码头这边，我就觉得这个好长，用手表来计算，我们从这里走到尽头要多久，好不好？我们大概走了10分钟还没走完，从刚刚那边。因为那个石头吗？所以这个镇叫什么？白石镇。所以是不是很？真的是因为那个，所以是不是就是很这么普通？什么屁？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它为什么会有一颗白石在那。红哥，你看一下你的码表，我们总共耗了多久？13分钟。其实我们应该只需要花5分钟，带小孩的话要花13分钟。我们这样中间因为还有火车啦，所以又停下来。走到尽头就可以看见有人钓鱼或抓螃蟹。抓螃蟹也算是温哥华蛮有趣的一种活动，只是需要遵守特定的规则。有人抓到螃蟹了，你这里抓螃蟹是需要买执照的，买执照就可以抓螃蟹，而且还有规定，螃蟹如果太小还不能抓回去，一定要有一定的大小以上才能够带回去宰来吃啊。我们接着往超显眼的巨石地标走去，这颗白色花岗岩巨石，据说是由冰河时期漂移此地，因为不断的被海鸥的鸟屎覆盖住，变成白色。后来19世纪来的欧洲探险家发现这块巨石，将它取名为很没创意的名字 White Rock。后来的人索性直接将石头漆成了白色，也自此成为了这个海滩的地标。
那我们这个完爆温哥华之旅，就以白石这个美丽的海滩做完美的结尾。因为你们已经来了14天了，最喜欢的景点是什么？很难说哦，在这里。就这里吗？之前去的阿姨的家，阿姨家最好玩。对，阿姨家。阿姨家最好玩了，温哥华整个阿姨家。主管，因为我喜欢海洋生物。除了白石镇这里，你有没有最喜欢？就之前我们前几天去玩。想不出来。上次去玩水的地方，北温吗？是我们坐船过去那个，对不对？OK， 那阿姨呢？大姐，阿姨，大姐最喜欢的景点 Rainbow Island， ，Rainbow Island。因为它是一个很多东西可以逛的地方，你有书店啊，有饰品店啊，还有蔬果，然后有好吃的龙虾堡。哦，有龙虾堡那个很不错，超好吃重点是的。还可以搭那个船。对，那个是那边是蛮悠闲的。好，那最不喜欢的是什么？还是觉得可以，蛮好的。 OK， 至少心情很棒，宝贝。好，开心的。好，那喜欢这期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那就移民去多伦多。 12年级。哦，他移民到多伦多啦。那你有跟他联络吗？没有。那好可惜哦。什么事啊，人？你直接在镜头面前大爆他的料吗？对。哇哦，这个能播吗？能播。